废品站大爷说收到一台很老的本田摩托车，废铁价格卖给我，走，咱们去看看。哇，好家伙，真是个本田，4个缸的。推出来看，真不是一般的炮。125的外观，4个缸的心脏，妥妥90后叛逆神器。对，就是被吹上街车宝座不倒的 CB400，骑不坏的 CB 永流传。我擦擦仪表上的灰尘，下意识去拨动全车开关按钮，均无损坏。管不住自己的手，从油箱上抠下一大块腻子，这必须给大爷看家。看缸头上这两个盖子，如果这个发动机没问题的话，真的掏上了。和老板谈谈价，多少钱卖给我？你说800块吧，感谢，让我给他复活了。溜了，在现场我没敢吱声，拉回家老激动了。这价格能打着听个响就值了。抓紧处理一下外观灰尘，也是能快速了解车辆受损情况。这油箱直接给我干沉默了，漆面像风干树皮一样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油门线，我先替你保管了。电池2020年的，整整6年了，废掉了。先给它连上电源，打开钥匙。哎呦我去！嚯！线路老化造成的，就这几根线全部融到一块了，我修一下。电烙铁加焊锡，把每一根线芯重新焊接，保证导电不续接。最后分成绝缘胶布紧密包裹。来试一下，连上电源，哎，没问题了。打开钥匙，哇哈哈，仪表亮了，总共才跑22900公里。试下它的启动。启动也没有问题，给它添点油，看能不能给干着。哎呦，这油箱里面全都是锈，先拿油瓶直接给它接上去。我怎么感觉这一次能成功启动呢？来，哇，着了！本以为成功解决问题，现实反手给我泼了盆冷水。这化油器哗哗的漏油，我操，还放炮！不会发动机报废了吧？那这次可真就漏进里面了。我去，缸筒上全部都是划痕，我真服了。怎么就能拉缸呢？拆吧，全部拆了，找到拉缸的问题。兄弟们，我确实听了个响，是发动机的异响。直接开干，整机落地，来个彻底打散。外观整体还算清爽，没有厚重油泥包裹，外观只是表象，必须拆开才能见分晓。活塞环跟活塞直接融到一块了，那其他3个缸没啥问题，竟然融掉了一个残渣，直接粘到缸筒上了。活塞融到缸筒上，属实头一次见，可想发动机的温度有多高。这活生生的上了一堂高温损坏教学课。这台车可真差点成废铁了，还好发动机最重要的曲轴保住了。看这箱体上的大把把片，跟新的一样。它的曲轴也是光滑如初，以及它的小把部分也是嘎嘎的漂亮。真不敢信这车之前电扇就没工作过。这个就是散热系统的水箱，这个传感器，那万万不要打上去，没有任何的电阻。来测试一下新的传感器电阻在多少？电阻测量200左右。那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传感器坏掉了，发动机得不到完全散热，完全可以把活塞给融化掉，导致拉缸。那现在解决方案就是更换这一套活塞环以及这个拉伤的中缸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水箱的水温传感器，把它们全部换掉，那这个发动机拉缸的问题就能彻底解决。先把它们全部给清洗了，所有零件放进超声波，内外油污一次性清洗干净。紧接着安排气门室盖整体翻新喷漆，恢复原厂质感。核心配件也全部到位，2手中缸和全新活塞，全机零件列队集合，整整齐齐一个不少。开始组装，让这台机器重获新生。手里组装的是变速齿轮，装不好档都挂不上。下一步到装活塞环节，气环、油环开口一定要错开。偷这个懒之后，等着频繁烧机油。先装活塞、中缸，再装曲轴，顺序和普通发动机完全相反。别问我如何知道，问就是踩过这坑，吃过大亏。电子扭矩扳手按标准扭矩紧固连杆把，这个样子才对。直接可箱体
现在开始给箱体打密封胶，沿着接缝均匀走一圈，重头戏来了，和箱体打扭矩。箱体的大瓦螺丝显示24牛米。OK， 紧固完成，翻转机体，装配离合器大鼓。先拿着当陀螺转着玩，丝滑没卡顿，开始装配。这里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儿，看到这个气门顶杯了吗？一个高一个低，但是高的可以直接按下去，但是气门不会打开。这就是本田当年独有的黑科技 VTEC 技术。转速低于6500转，4缸只有8个气门工作，100公里只需要3个油，特省油。但超过6500转之后，电脑给电磁发信号，高压油路直接输送到8个高顶杯里面，推动活动销，16个气门瞬间工作。那个推背感就像别人从后面踹了你一脚一样，特别有意思。至此，这台发动机零件全部安装完毕，加注上新的机油。机油上来了，油路没问题，直接上吊机起吊，让它归位装车。化油器全件深度清洗，告别渗油漏油。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候了，就看这1000多零件组装是否到位。来吧，启动！异响走，没有任何异响了，你太棒了！这才是它当年该有的状态，听听，发动机好安静，没有一丝的杂音，那个异响声音是不是完全没有了？啊，怠速也是稳如老狗，并且4缸全部工作，哈哈！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声音，啊，这个感觉太棒了！我这一次是不是就真的捡到宝了？哈哈哈！现在我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自己的心情了，真是太爱了。发动机成功复活，运行零杂音，当即决定将这台街车圈活化时完整复原它当年经典的全盛姿态。兄弟们，这一拆我有点心态崩溃了，完全不想接着干。实打实便宜没好货，这减震上的锈跟树皮一样粗糙，后尾灯也是碎得稀巴烂。最要命的是油箱，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这倒有点挑战性。跟随我的镜头，我要把这一堆的零件一一的给它翻新成新的样子。先从这个车架主体开始。看到这儿的兄弟们，劝你送个电子鲜花为我加油。送花的兄弟们的爱车永远不出故障，不漏油，不异响，骑行顺风顺水。我也学聪明了，直接干冰机伺候，效率高又干净，清洗完的地方干干爽爽的。就这样拖了2个小时，那些犄角旮旯的地方也能够清洗到。不得不说，干冰清洗真的靠谱，清洗的彻彻底底，车架这种清爽的效果才是该有的。转头看这台车的油箱就心烦。第一步，先上脱漆剂，均匀喷涂，让它静止沤上一会儿。原车上蓝色油漆开始起皱，大片大片脱落，用铲子轻轻一刮，像纸屑一样快速掉落。这一幕像中彩票一样起开这么大一块腻子，这大奖我是一点不想要，当场给我脸整红红。这难度也是增加不少，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口子，再往下有一个大坑，看我如何修复这些问题。先用角磨机处理油箱上顽固的油漆和锈迹，我拿彩笔把所有凹陷的地方全部标出来，后期钣金一个不漏。我的方案是把油箱嘎开，为了里外一起摆明找平。放进喷砂机内，用喷砂的工艺把油箱内壁全部涂抹一遍。
现在换上气动锤，一点点敲打油箱内壁凹凸的位置，再用小锤精细凿平。这活爹的活终于干得有成果了。直接拿喷枪往油箱内部喷上防锈剂，喷涂完干透后进入复原工序。这里我用到的是激光焊接的方式，这种焊接结实不漏油，修复出来耐用度直接拉满。接着安排环氧底漆全覆盖，做好底层防腐，披上一层薄薄的腻子，堵住细小的坑洼。第一道喷涂 1K 白的色漆，白色搞定后再来一层 1K 黑漆，作为油箱拉花专用底色。主调色我选本田专用珠光红。喷漆讲究少量多次，一层层均匀喷满油箱，撕掉遮盖拉花的保护膜，贴上原厂1:1的梦想贴纸。最后一步安排光油上阵，沉闷的红色立马锃光瓦亮起来，光可照人，旧油箱直接变身原厂精品油箱。想起了冰糖葫芦，看得我是直流口水。至此费了9牛2虎之力，这台 CB400 全车外观件被咱俩给修复成功。是时候该把这些零件组装到一块儿，变成一台崭新的车了。开搞！太漂亮了，太帅了！这还是之前那台车吗？瞅瞅，是不是和当年海报上的样子一模一样？又回到了当年那个热血的年代。这台车让我最心动的地方，其实就是它引擎发出昂昂昂的轰鸣声。戴上你们的耳机，一起来感受一下6500转开发之后那个撕裂声音的声浪。是关中王来了。800块买的，维修换件花了2000多。如果这条视频破10万赞的话，我就把车骑到大爷那儿，看大爷是什么反应。